你喂的那些避孕药和激素，肉都烂在壳里了，早晚会吃出事。你还敢咒我们？保安，把这个要饭的给我轰出去！我的脸，谁干的？我干的。这3000块钱留着给你们两口子买良心药吧。拿这种臭水盆里的死鱼烂虾喂出来的假螃蟹，早晚让你们蹲大牢。大满，咱们走。你不是说村东头那个废弃了20年的毒水黑泥荡能养出极品蟹吗？咱们今天就去包下来，就算砸锅卖铁，我天天去镇上磨藕粉，我也养得起你。1年后，我要他们后悔。包黑泥荡，林大满，那片水连癞蛤蟆跳进去都得死，我看你们怎么在里面养出金子来，到时候别饿得来求我给你们一口饭吃。大富，你记住了，我爷爷当年留在黑泥荡里的东西，我林大满今天亲手去挖出来，咱们秋天见。大满，你是不是发烧了？村东头那片黑泥荡荒了20年了，那是当年小化工厂的排污口，水都是黑臭的，芦苇长出来都是黄的。你包那块地干啥？养蟹。你大伯当年贪钱接了排污管，把那片塘毁了，你爷爷就是为了这事儿气倒的。你现在去接那个死水坑，你要包就包吧，1年800块，我做主给你签10年。哟，金牌蟹王出来了，放着大富那里1个月几千块的好日子不过，去包毒水坑，这是想不开要拉着媳妇儿去泡臭水澡啊？不用理他们，大满，咱回家拿铁锹。大满，你爷爷当年真的在这里头留了东西？留了。死的吗？60年了，林家终于出了个有骨气的种。别怕，我是这档里的老蟹黄，你爷爷当年护过我，我在这黑泥底下憋了20年，就为了等一个能洗干净这片水的人。你能听懂我说话？我活了一个甲子，水里的事，岸上的事，我比你看得透。林大富喂的那些毒药，迟早遭天谴。你既然接了这片水，我就送你一份见面礼，往下再挖3尺。你爷爷当年用泥封死的东西，该重见天日了。大满，你怎么傻站着？那只大螃蟹呢？他让我往下挖。这是什么？血玉莲子。爷爷说过，这东西能吸绝毒，生生不息。这是黑泥荡的命根子。3天，守好这片水，别让任何人靠近。大满，大富哥说了，你要是现在低个头，回去给他道个歉，蟹场里还能给你留个扫地喂药的活。回去告诉林大富，大满就是在这塘边饿死，也不吃他那口带毒的饭，让他留神自己大棚里的死蟹吧。不识好歹，我倒要看看你们在这臭水坑里能熬几天。大满，你盯紧了，我晚上给你带肉包子回来。大满，水活了。秀儿，不能喝，这以前是排污口。大满，甜的，这水比咱村那口100年老井里的水还要甜。干裂清透，带着淡淡的荷香。水成了，大满，开闸，放水入河。开闸？放着琉璃水进河里，那水不就白费了吗？让你开就开，不懂蟹性的小子，你的水净了，但这塘里没蟹苗，你手里那几个籽儿，连1000只蟹苗都买不起。开闸，我让你看看什么叫万蟹朝王。3万苗，这片水只能养3万，多了养不肥，少了浪费水，关闸吧。大满，咱们有苗了，不用去求林大富了，咱们有苗了。秀儿，这只是刚开始，等秋天我给你买县城里最大的房子。林大满，你从哪儿偷的苗？偷？大富，
你以为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花钱买和用手段抢的吗？我这叫天降瑞苗，大河里的野蟹自己跑进来的。怎么，大河是你家开的？哎呦，真是怪事儿！那可是野蟹苗啊，平时拿网捞都捞不到几只，怎么全往这片死水坑里跑？你瞎啊？这还是死水坑吗？你闻闻这味儿，比我家的花露水还香。大满这小子怕不是得了他爷爷的真传，会什么风水妙术吧？哼，野蟹苗，林大满，你也就配养这种不值钱的东西。野蟹长得慢，个头小，壳厚肉少。现在市场上认的是个大肉肥的膏蟹，你这破水羹，就算水清了有什么用？秋天起网，你这野蟹连30块一斤都卖不出去。乡亲们，我的大富水产今天正式引进了全套的自动化喂养设备，用的全是市里最新的高效营养料。3个月，我的蟹就能长到半斤重，到时候我带全村人一起发财。至于那些守着便宜货过日子的，就让他烂在泥坑里吧。别理他。什么高效营养料？他在蟹场3年，我太清楚了。抗生素打底，混合咧咧膨化剂，甚至加违规色素药物。吃那种药长大的，就是毒药。大满，野蟹苗真的长不大吗？别人养不大，但我能。半斤？笑话！在这血域琉璃水里泡着，吃沾荷香的活食。到了秋天，我让它们每只都长成金甲玉足的蟹王。林大夫说的对，野蟹苗底子薄，蜕壳可是定生死的时刻，撑住。左边那片捞掉，底子太弱，蜕壳失败了。荷香金甲蟹的底子成了，底子成了，可要肉长高必须有天然活食，我兜里连买螺石的钱都没了。大满蟹要饿瘦了，我去把我娘家打的银手镯当了，换螺石苗吧。不行，那是你娘唯一的念想，饵料的事儿我来想办法。血域莲叶加土蚯蚓，对水生生物是致命诱惑。不用1分钱，借着天道自然，生生不息。大满啊，听说你的蟹不用喂料，光喝风就能长大，要不要哥哥借你2袋饲料？别到时候秋风一刮，捞上来的全是一包水。这不可能，野蟹苗3个月怎么可能长这么大，还变了颜色？大富，老天爷赏爷饭是给脚踏实地的人吃的，你那些吃药长大的虚胖子，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哼！大满，我眼皮一直跳。林大富从小见不得人好，他肯定要使坏。我知道，他绝对会下黑手。不过别怕，咱们这片水有人替咱们守着。小子别睡了，有几只不知死活的杂鱼带毒水摸过来了。秀儿待在棚里别出声，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漂白粉混剧毒，要是倒进档里，2万蟹苗全得死。大满，退后，脏了你的手不值当。这片水既然归我管，就轮不到岸上的杂碎撒野。看好了，四哥，真倒啊！这水清的跟镜子似的。林大满这小子还真有点邪门。少废话，大富哥发话，事成1人2000。这水再邪门，能扛得住高浓度清糖药，倒进去，明天这糖蟹全得翻白。哎呦，什么东西？四哥，蟹，全是蟹！救命啊！啊！松开，快松开！有鬼啊！这塘里有妖怪！大自然的规矩，你毁它，它必反噬。这东西就是林大富的下黑手的铁证。哎呦，钱老板，您可算来了，一路辛苦辛苦。林大富，今年的货怎么样？今年省城的食客嘴可刁了，普通货色我可不要。放1万个心，今年全上自动化和最高级营养料，这分量个头，全省您找不出第2家。林大富，你当我是收垃圾的吗？滴点发须黑塞水肉，一股抗生素催熟剂味儿，你拿这种药水泡出来的毒瘤，想砸我省城老字号招牌？钱老板，这可能是个别现象，您再看看别的，个头绝对够啊！个头大有个屁用，只顾催熟赚快钱的烂货，30块1斤我都不收，今天白跑一趟。别走啊！我投了100多万，您不要我这蟹场全砸手里了。松手！你自己作死，怪得了谁？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这是什么味道？纯正的野生水藻香，还夹杂着，这是极品莲香。那边是什么地方？那边是个废弃了20年的臭水沟，叫黑泥荡，没什么。臭水沟能飘出这种味道？
你当我是3岁小孩？小兄弟，这片水是你养的？是。能让我看看你的蟹吗？这成色，蟹腿坚硬如铁，肉质饱满，紧实到了极点，底板透着天然红光，极品！这是几十年难得一见的纯野生极品呐！小兄弟，这蟹能煮一只尝尝吗？没问题。鲜、甜，满口生香，高似莲流金。更绝的是有一股荷香，毫无海鲜腥气，绝了，真是绝了！小兄弟，这叫什么蟹？荷香金甲蟹，塘里有2万只左右，平均在3、4两。林大富的螃蟹都是破烂，给我提鞋都不配。你这蟹吃的是独一份的口感品质，个头根本不是问题。小兄弟，这蟹我不按斤收，这一塘我全包了，500块钱一只，第一批先起2000只，我立刻打款。堂嫂，你刚才不是说大满的技术连屁都不算，说我们连要饭都不配吗？你那30块一斤都没人要的要螃蟹，现在怎么坐地上不说话了？退后2步，你身上的激素味，别把我们的金甲蟹给熏臭了。爷爷，咱们林家的手艺没断，您的水干净了。塘里活不多，我和秀儿2个人干得过来。大家伙有这闲工夫，还是多种2亩地吧。大妈，100万，真的是100万吗？我这辈子连1万块现钱都没见过，你快掐我一把，我是不是在做梦？没做梦，密码是你生日。这钱咱们明天先包荒地建作坊，剩下的去县城看房子。房子先不买，大满，咱们得守着这片水，这钱留着扩大规模。你爷爷留下的手艺不能断在咱们这儿。林大富被拒贷了，银行催款电话打到了他老婆手机上，他要被逼急了。被逼急了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但只要他敢伸手，我就剁了他的爪子。小子，醒醒！村东头大路上来了3辆大货车，没有冷链，全是普通的黑篷车。快点搬！天亮前必须送出县城。李四，你跟车去邻省加工厂，那边老板说了，只要是螃蟹不管死活，5块钱一斤全收。嫂子，这蟹腮都黑了，喂的全是激素和药，加工厂收去做什么？你管它做什么？拿去剥壳做蟹肉棒、蟹黄酱，谁吃得出来？5块一斤，还能捞回30万顶利息，快搬！毒水出毒蟹，绝人命！林大富，你这是谋财害命！喂，实名举报本县大富水产正连夜向外省转移3万斤激素超标死蟹，车牌遮挡，预计半小时上省道。林大富是吧？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昨晚被截获的3辆货车已全部查扣，现在全面查封你的蟹场。不是的，领导你们听我解释，我那蟹只是卖相不好。卖相不好？孔雀石绿超标40倍叫卖相不好？你知道这批货流入市场什么后果吗？带走！李大满，是你举告我的，对不对？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没有我，你早晚死了！老天爷省饭是给脚踏实地的人吃的。你喂螃蟹吃那些绝命药的时候，就该想到今天。这是你当年爷爷的那口黑泥，今天我还给你。局长，有重大发现！我们在排查水质污染源时挖开新土，发现一条直径半米的地下排污管道。这条管道连着隔壁废弃化工厂，而且一直延伸到村东头的黑泥荡里。排污管道，当年化工厂老板给钱让人埋暗管毁了水质，查了20年，这管子怎么会从你大富家的地底下走？大富，你爹当年收了化工厂的黑钱，他把排污管接到了你爷爷的蟹塘里。大满啊，20年了，你爷爷的冤屈今天算是洗干净了。那片水交到你手里，
是老天爷长了眼啊！爷爷，水干净了，您在天之灵安息吧。小子，恩怨了了，以后这片水，这满塘的极品都是你的了，好好养着它们，别脏了林家的手艺。大满，今年咱们的产量翻了3倍，钱老板那边下了死命令，不管多少，按600块一只全收。不全给他，咱们还得留一批，交村里愿意跟着咱们干的乡亲们养。水产这行，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伙的塘都干净了，才是真干净。几位老板，你们这是找谁？这里是不是林大满的蟹塘？我们赵总要见他。我就是林大满，找我什么事儿？林老弟，真是年轻有为啊！自我介绍一下，鄙人赵天霸，省城海虹集团的董事长。赵总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林老弟，明人不说暗话，你这荷香金甲蟹的名头，现在在省城可是如雷贯耳啊！老钱上个月在我那儿摆了一桌，我尝了一口你的蟹，确实是人间极品。今天我来是想跟老弟谈一笔大买卖，1000万。你林大满以后就是我集团的技术总监，年薪100万，不用再在这泥坑里风吹日晒，怎么样？我买下你这片黑泥荡的全部产权，包括你培育金甲蟹的独家配方和那些红色的荷花。合作社归入我海虹集团旗下。大满，赵总，好意心领了，但我这水这蟹不卖。嫌少？林老弟，年轻人有野心是好事，但胃口太大容易撑着。你这几口破塘，一年撑死能产多少蟹？归了我用集团的资金，在全省建1万亩标准化大棚，把你的配方量产。到时候这蟹能卖到全国各地，利润翻100倍。量产？赵总，我这蟹吃的是这方水土的灵气，喝的是琉璃水。你要是拿去搞标准化大棚，用饲料去催，养出来的还能叫荷香金甲蟹吗？那跟当初林大富养出来的毒蟹有什么区别？生意人讲究的是效益，口感差一点，只要牌子在，懂行的有几个？林老弟，我今天亲自来是给你面子，在咱们省的水产界，还没人敢拒绝我赵天霸递出去的橄榄枝。我不懂什么集团效益，我只知道爷爷传下来的手艺不能用来糊弄人。这水属于我们村，这蟹的名字绝对不能砸在我手里。赵总，请回吧。怎么，买卖不成，省城的大老板还要在咱们村里强买强卖不成？这可是法治社会。你们想干什么？咱们全村几百口人可不是吃素的。退下。是天哥。好一个有骨气的林大满。既然林老弟想自己吃独食，那咱们就走着瞧。希望到了秋天，你的蟹还能像今天这么硬气。大满啊，这赵天霸可不是林大富那种村里的小瘪三，他手里有钱有势，你今天当众驳了他的面子，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咱们这合作社怕是要有麻烦了。支书，您放心，只要咱们的水干净，蟹好，就不怕他使绊子。大满，今天那个姓赵的身上有一股很重的死水味儿，他手里沾的烂账比林大富多得多。这人心术不正，你要防着他断你的后路。我知道，他控制着全省70%的冷链物流。如果我猜得不错，秋天起网的时候，他会在运输上卡我的脖子。冷链？那种把活物冻得半死不活的铁皮箱子也配叫保鲜？小子，你爷爷的象蟹经里有一招泥棉护灵法，你该去翻翻了。哎，我怎么没想到？大满，老规矩，第一批5000只我全要了。好，价格我给你涨到650一只。我已经联系了省城的几家冷链物流车，明天一早就去你村里拉货。行，钱老板，货我都给你备好了。太阳升得老高，林大满看着空荡荡的村口路，隐隐察觉不对，
出事了。我联系的3家冷电物流公司今天早上突然集体毁约，宁可赔违约金，也不肯派1辆车去你们村。还有，去你们县的高速口，不知怎么回事，昨晚突然说要封闭维修，所有的生鲜运输车都要绕道国道，这一绕至少得多耽误10几个小时。老钱，你先别急，这是赵天霸在搞鬼。钱老板，你别着急。我怎么能不急？我那边几家大酒楼的贵宾都订好桌了，今天要是见不到你的蟹，我的招牌也砸了。大满，实在不行，我雇几辆普通的小货车去拉，路上多铺点冰块。不行，普通货车颠簸太大，冰块化了水温不稳，金甲蟹受不了那罪。我们仔细看了，确实是不行。那怎么办？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这批货砸在手里？老钱，你雇2辆最普通的带轴棚大货车过来就行，不用冷链，也不用冰块，只要车厢也能放风遮太阳就行。不用冷链？大满，你疯了！10几个小时的颠簸会死绝的。信我。大满，怎么回事？车怎么还不来？这蟹离开水太久会掉秤的。乡亲们，省城的物流被人卡了，咱们的蟹今天没有冷藏车来拉了，这可咋办？没有冷藏车，咱们这金贵东西怎么运得出去呀？大家别慌，去后山挖黄泥，越粘的越好。糊泥巴！大满，你这是什么操作？蟹会被憋死的。支书，你按我说的做就行。秀儿，你去把塘里的血玉莲叶采200张下来。大家都听好了，按照我说的去做，把金甲蟹拿出来，用血玉莲叶包裹住蟹身，只露出2个眼睛和嘴巴，然后糊上泥浆。这就是象蟹经里的泥棉护鳞法。野生的极品螃蟹在遇到极端干旱的时候，会钻深层泥土里，而我用的泥是用琉璃水和出来的，里面充满了灵气。包裹的叶子是血玉莲叶，能持续散发香气和药力，保证螃蟹在休眠期间不会流失半点水分和营养。出发去省城。哎，大满，你可算来了！这就拉了一车泥巴回来，蟹呢？老钱，接盆清水来。这是什么神仙法术？大满啊，咱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跟着你干是咱们修来的福气。林大富以前给咱们算工钱，1毛钱都要抠搜。你倒好，按最高价给咱们分红。这合作社咱们跟定你了。大满，不好了，你快看省台的晚间新闻。近期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名为荷香金甲蟹的水产品。经过我们实验室的初步化验，这种螃蟹虽然个头大、底板白，但它生长的水域中存在一种极其罕见的红色变异水生植物。我们记者在现场发现，我们怀疑这是一种受了污染后产生突变的莲花。这种螃蟹之所以带有异香，是因为体内富集了大量的脏东西，长期食用极有可能对身体有害。也就是说，这种天价螃蟹其实是披着华丽外衣的毒药。没错，我呼吁广大市民立刻停止购买和食用这种螃蟹。放屁！一派胡言。大满，这新闻一出，咱们的螃蟹还怎么卖啊？这明显是有人在背后往咱们身上泼脏水。大满，你看到新闻了吗？出大事了！相关部门的人刚才突击查了我的仓库。老钱，你我都清楚，那水有多干净，那蟹有多好。这化验咱们不怕。我是不怕化验，可是大满3人成虎啊！现在网上的舆论全在骂我赚黑心钱，几家订了货的大酒楼也纷纷要求退单。就算最后化验结果是清白的，这毒蟹的帽子一旦扣上，食客心里有了阴影，以后谁还敢吃啊？要不咱们赶紧把塘里的蟹低价处理了吧，能捞回一点是一点，万一真被查封了，连本钱都没了。大家静一静，
这蟹是怎么养出来的？你们每天亲眼看着。那琉璃水，你们渴了都敢直接捧起来喝，咱们没下一粒药，没用一点激素，哪里来的毒？这是省城的赵天霸眼红咱们，故意买通了假专家来黑咱们。你们现在要是低价卖了，就正中了他的下圈套。以后咱们村儿就永远只能被人踩在脚底下。可是大满，人家是省台的专家呀，咱们老百姓拿什么跟人家斗？林老弟，咱们又见面了。赵总这动作够快的。哈哈，林老弟，你误会了。刚在电视上唱完戏，这就来实地验查了。我看到新闻也是吓了一跳啊！作为省内最大的水产企业，我赵某人有责任维护咱们水产界的声誉。王教授也是为了市民的健康着想。林大满是吧？你们这种毫无科学依据、乱用不明植物净水的土法养殖，是对公众安全的极大不负责任。我已经向上面提交了申请，最迟明天就会有工作组下来，对你这片黑泥荡进行强制填埋消杀。强制填埋？你行？你凭什么？你来测过水质吗？你化验过我的蟹吗？光凭你一张嘴，就要埋了我们全村人的心血？就凭我是专家。王教授，消消气儿，农民嘛，不懂科学，情有可原。林大满，现在钱老板的仓库被封，你的货烂在水里，一旦明天工作组下来，你不但血本无归，还得背上刑事责任。不过我赵某人惜财，100万现金。我现在用100万整体收购你的合作社和这片水区，把这笔烂账平了。你到底想怎么样？王教授这边我也会出面去解释，就说是误会一场，钱你拿着，免了牢狱之灾。这可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条生路了。大满，要不就卖了吧？100万，咱们大家伙分分也够本了，总比明天被填埋了强啊！不能卖！这字儿要是签了，大满爷爷的招牌就彻底砸了，咱们成了卖毒蟹的罪人。他赵天霸却能拿着咱们的好水好蟹去发大财。赵天霸，我早就说过，这水这蟹，我林大满就是烂在手里，也绝不卖给你这种人。林大满，敬酒不吃吃罚酒。大家回去睡吧，明天早上我林大满哪怕是拿命挡在推土机前面，也绝不让他们动咱们的堂。小子，怎么怂了？我没怂，但明天填埋车一来，光靠我一把铁锹挡不住。他们说这莲花是脏东西，呵呵，井底之蛙也敢妄议9天神物。大满，你知道你爷爷当年为什么宁可把血玉莲子封在黄泥里，也不敢轻易种下吗？为什么？因为血玉莲子一旦生根发芽，长到深秋就会开花。血玉莲花一甲子才开一次，花开之时异香能传百里，这种香味是天地间最纯正的灵气，它会引来真正识货的真龙。真龙？这世上有像那个姓王的假专家，就有真正懂山川水脉、护佑一方水土的真泰斗。算算日子，今晚子时就是血玉莲花绽放的时刻。好舒服啊！花开了，香味顺着夜风会飘进省城，飘进那些真正懂得大自然奥秘的人的鼻子里。回去睡一觉，明天早上有场大戏。
我们不让开。这片毒水今天必须填平。林老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否则推土机一响，你这黑泥荡就真的永远变成黑泥了。你敢动一下试试？只要我林大满还有一口气在，你们谁也别想碰这片水。你们想干什么？还想反抗吗？给我上！不见棺材不掉泪，给我推！给我推！住手！齐老，你怎么来了？昨夜我在省城研究所里闻到了一股极其罕见、极其纯正的水生植物异香。我顺着风向连夜赶了100多里地，才找到这儿。干裂如冰心，清透如琉璃，这是最纯净的原生态水质啊！红莲生水眼，一甲子一开，这是古籍《神农水经》里记载的净化神物血泊玉莲。它对水质的要求高到了苛刻的地步，哪怕有一丝现代工业污染和化学剂剂，它都会枯萎致死。王德发，这就是你在电视上说的受污染变异的毒物，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要填埋的毒水坑。你们竟然要用推土机把它填了！你们这是在暴殄天物！哈哈哈哈哈哈！有了这种神物净水，养出来的螃蟹不仅无毒，反而因为吸收了植物的活性物质，是罕见的极品。这种原生态的古法养殖是水产界的奇迹，是国家的财富。我齐寿良的印章代表着国家的认可。齐老，这可能是一场误会，是我们研究所下面的工作人员化验出了偏差。误会？赵天霸，我们已经接到实名举报，并掌握了确凿证据。赵天霸，你涉嫌花钱买通检测机构，伪造虚假检验报告，通过媒体散播谣言，恶意打压竞争对手，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省里已经成立了专案组，你的海虹集团现在已经被全面查封账户，接受调查。小伙子，你叫林大满是吧？你守住了老祖宗的宝贝，守住了这片干净的水，好样的！这是我应该做的。你的合作社从今天起就是我们国家级生态水产研究所的重点保护与研究示范基地。我看以后谁还敢动你这片水一根指头。谢谢齐老。好，这水我会干干净净的传下去。大满，你还记得当年包下黑泥荡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吗？记得，你说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让我站着把钱挣了。大满，你轻点儿，别压着孩子。这季度的水草和螺石消耗得快，后山那条活水溪里的天然饵料快供不上了，咱们得想办法再扩一处活水进来。我明天去后山看看。爷爷的笔记里提过，后山山神庙底下有一条地下暗河，直通外面的大江。要是能把那条暗河的水眼打通，引到咱们的琉璃水里，水质不仅能再上一层楼，天然饵料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想听。那你小心点，后山荒了这么多年，路不好走。就是这儿了。快点挖！老板说了，今天必须把这批旧桶全部挖出来，连夜装车运走。看来他们是想把这些铁桶挖出来，偷偷运走。这玩意儿漏得太厉害了，地下水都快被渗透了。要是流到山下那个什么重点保护基地里，咱们全得进去吃牢饭。秀儿，我跟你说，我在后山看到了一些东西。20年前的，他们现在挖出来是不想人知道。对，而且那个工头说老板说了，这说明当年那个化工厂的老板又回来了。
我得去查查最近村里有没有来什么陌生的大老板。大满，秀儿，快出来！村里来大贵人了。孙有才，大满，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省里有名的慈善企业家，绿水青山旅游开发公司的孙有才，孙总。孙总这次来是打算投资5000万，把咱们后山开发成原生态温泉度假村的。你就是林大满吧？久仰大名，你养的荷香金甲蟹可是咱们省的一张名片啊。孙总，幸会。大满啊，我这次来除了开发后山，还想跟你谈笔合作。你这黑泥荡的风景太美了，如果能纳入我的温泉度假村，作为高端的赏荷品蟹专区，咱们强强联手，这利润可是不可估量的。孙总的意思是想买我的糖？不，是入股。我出资2000万，占51%的股份，你只管养蟹，剩下的经营宣传全由我的团队负责，怎么样？大满，这可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啊！是啊，孙总有实力，咱们找一次建贸们，从老上子这样的项目们，从上绑架上目。这个孙总有实力，咱们跟着他，以后就是大企业的一份子了。哎呀，林大满，你这是哪里的话呀？孙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爷爷立过规矩，林家的水不沾外人的骨。后山您想怎么开发是您的事，但这片塘我绝不出让半点控制权。年轻人有骨气是好事，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勉强了。不过后山的工程明天就要动土了，到时候可能会有些噪音，还请林老弟多担待。动土可以，但要是挖出了什么不该挖的东西，污染了水源，孙总可得兜着走。林老弟真会开玩笑，我做的是绿色旅游，怎么会污染水源呢？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大满啊，你这脾气怎么这么倔？2000万的投资啊，你一句话就给回绝了。支书，他那是黄鼠狼给几百年，您立刻通知各家各户，从今天起，合作社所有的塘口全部关闭外来进水闸，一滴山泉水都不准放进。为什么不放活水？这水质怎么保持？照我说的做，出事了我担着。大满，水脉里的味道不对了。20年前的那股脏东西正在顺着地下的石缝慢慢往下渗，这东西太脏了。现在的血玉莲子虽然长成，但数量太少，如果毒水源源不断的流下来，这片水撑不过半个月。曾经的黑泥荡，我知道孙德生当年埋下的毒桶生锈了，他现在借着搞工程的名义在偷偷转移，但挖掘机一动，脏东西得更快了，必须阻止它。这毒不仅毁蟹，更毁地，一旦地下水系被彻底污染，方圆100里寸草不生。可是我现在没有证据，后山被他用围栏封了，说是在勘探温泉。我如果报警，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本进不去他的工地。等调查组走完程序，毒水早就把黑泥荡淹了。你没有证据，但我有。你？这地下的水脉就像是我身上的血管，哪根管子流的是净水，哪根管子流的是污水，我比任何机器都清楚。去准备几根长管子，要能插进地下深处的。明天夜里，我带你去找毒源的眼，只要把污水抽上来取了样，直接送到省里那个姓齐的老头桌上，我看谁还保得住他。就是这里，往下打管子，3米深。快取样！那边有人，快去看看！被发现了，撤！站住！干什么的？快！齐老，我是林大满。林家村后山发现了极其严重的违规处理废料，污水已经渗入地下水脉。我已经取到了样本，我明天一早亲自送到省里。你保护好自己和样本。我立刻通知相关部门联合调查组，明天直接去你们村里会合。哟，
这不是齐老吗？什么风把各位领导吹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了？孙德生，20年不见，你改了个名字，换了身皮，还真把自己当善人了。这就是证据，你还要证据？当年你贿赂我大伯的账本复印件，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就偷偷留下了。不，你们没有证据，那些废料不是我埋的，我只是来搞开发的，我是来搞乡村振兴的。孙有才，连同你当年化工厂的批文，全都在我手里。大满，你看小宝这机灵劲儿，以后肯定也是个养蟹的好手。那当然，林家的手艺可指望他传下去了。请问林大满、林老板在吗？我就是林大满，你们是？林老板你好，我是江南水产集团的法务总监，我姓周。这位是我们集团的副总经理钱卫钱总。原来是林省的同行，大老远跑来有何贵干？林老板，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这荷香金甲蟹的名头，现在在周边几个省可是叫得很响啊。我们江南集团对你这牌子很感兴趣。不好意思，我之前就说过，林家合作社不接受外人入股，也不卖牌子。林老板，你误会了，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收购你的。林老板，这是一份律师函，我们江南集团在1个月前已经向国家商标局正式提交了荷香金甲蟹以及金甲蟹的相关商标注册申请，并且已经通过了初审公示期。也就是说，从法律意义上讲，现在只有我们江南集团才有权利使用这个名字。你说什么？你们抢注了我们的商标？这位嫂子，话不能这么说，这叫商业保护。你们农民嘛，只知道低头养蟹，不懂得保护知识产权。法律讲究的是先到先得。钱总，这名字是我爷爷取的，这蟹是我在黑泥荡里一口水一口水养出来的。你们从来没养过这种蟹，凭什么去注册？哼，林老板，你这就孤陋寡闻了。谁说我们没养过？我们集团的生物实验室上个月刚攻克了金甲蟹的培育技术。不仅如此，我们下个月就要带着我们量产的江南荷香金甲蟹去参加在京城举办的全国农业非遗及特产博览会。林老板，我们今天来是先礼后兵，看在你也是个养殖能手的份上，我们给你指条明路。你以后养的蟹不能再叫这个名字，否则我们就告你侵权，让你赔得倾家荡产。如果你非要用这个名字也可以，每年交给我们集团500万的品牌授权费，我们允许你作为我们的代工厂继续生产。怎么样？这笔买卖划算吧？大满，钱总，你们的算盘打得挺精哦，愿闻其详。但你们算漏了一件事，真正的荷香金甲蟹不是靠一张纸就能定性的，你们实验室里鼓捣出来的东西也配叫这个名字？你们要去京城参加博览会是吧？好，我也去。林大满，你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以什么名义去？一个侵权的山寨户？到时候在全国媒体面前，你这林家村的招牌可就彻底砸了。这就不劳钱总费心了，门在后面，慢走不送。行，林大满，你有种，咱们京城博览会上见，到时候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团队的力量。大满，我刚才在村口听人说了，邻省那个大集团要告咱们，这可咋办啊？咱们老百姓哪里打得过那种大官司啊？支书，您别急，他们抢注商标是在钻法律的空子，但我林家养蟹的历史不是他们能抹灭的。我马上给齐老打电话。齐老，可是他们手里的申请书是真的，如果博览会上他们先发制人，咱们恐怕会很被动。这些资本蛀虫整天不把心思放在提高农产品质量上，就知道搞这些投机取巧的把戏。大满，你做得对，绝对不能向他们低头。你放心，商标法也有规定，对于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是可以提出异议和撤销的。更何况，
你这不仅是商品，更是古法养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京城的博览会，我也受邀作为评审团的主席。你带着咱们正宗的黑泥荡金甲蟹来，我会帮你联系最好的知识产权律师。咱们在博览会上当着全国媒体的面，跟他们把这笔账算清楚。实验室里催出来的假货，也敢冒充我的子孙？大满，带他们去，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底蕴。可是老蟹黄，他们既然敢去博览会，肯定是下了血本，仿造出了外表极其相似的螃蟹。普通人光看外表，恐怕很难分辨。外表能骗人，但骨血骗不了人。你爷爷的象蟹经里最后一页记载的沸水鉴金法，你还记得吗？记得，那是用来鉴别野生极品和人工饲养蟹的最后手段。对，带上血玉莲叶的汁水去京城，我要让那帮造假的杂碎原形毕露。齐老，各位专家，欢迎来到我们江南水产集团的展台。今天我们要向全国展示我们耗资数千万，经过多年研发，最终培育出的顶级水产荷香金甲蟹。荷香金甲蟹，钱总，据我所知，荷香金甲蟹是南方某个小山村的古法传承。你们这实验室里出来的，怎么也叫这个名字？现在市场上那些打着这个旗号的散户，全都是对我们知识产权的侵犯，我们保留告他们的权利。散户全都是对我们知识产权的侵犯，散户，我们保留起诉他们的权利。林大满，保安呢？怎么把侵权的山寨户放进来了？让他过来。今天是博览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展示自己的农产品。钱总，你说你的蟹是正宗的，那我倒想请教一下，你的蟹为什么会带荷香？这可是我们的商业机密。我们在饲料中提取了天然荷叶的精油分子，通过高科技的渗透技术，让螃蟹在生长过程中吸收，这才是真正的科学养殖。科学？用香精泡出来的肉也敢谈科学？各位专家，各位记者，真正的荷香金甲蟹不是靠香精泡出来的，那是靠着百年古种血玉莲子净化水质，在最干净的琉璃水里一口一口吃天然活食长大的，它的香是刻在骨血里的。林大满，你少在这里编故事，什么血玉莲子，全是封建迷信。你说你的香是骨血里的，你怎么证明？难道你能把螃蟹的骨头拆出来给大家闻？我只需要一盆开水。钱总，敢不敢把你引以为傲的江南金甲蟹放一只进这盆水里？有什么不敢的？随便验。3滴血玉莲浓缩汁，江南蟹，黑泥荡的蟹。钱总，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叫玉原显形。古法养殖的金甲蟹体内毫无杂质，遇同源之香则玉骨冰肌，而你的蟹是用饲料催大的，虽然外表涂了香精，但体内的杂质一遇到这种高纯度的植物活性物质，立刻原形毕露。我代表国家农业部特产评审团宣布，江南集团的所谓荷香金甲蟹不仅存在虚假宣传，其培育方式更违背了生态农业的初衷。对于其抢注商标的行为，我们将全力支持林家村提出撤销申请。钱总，资本能买到商标，但买不到这方水土的魂，以后别再惦记林家的东西了。大满，你看小宝简直就是个小蟹王。那是啊，这小子骨子里流着林家的水。大满，你看呐，大河里的红枣倒灌进咱们的塘里了，水全臭了。昨晚一夜之间，咱们村的螃蟹翻了白肚子，死了大半啊！是啊，大满哥，你点子多，你有雪域莲花，你借咱们几株莲花净水吧。再这么下去，大家伙今年的本钱全得赔个底朝天啊！齐老，怎么样了？大满，情况极其糟糕，化验结果出来了。什么？大河里爆发的不是普通的赤潮，而是一种名为嗜铁红藻的藻类。什么情况？这种藻类平时蛰伏在地下极深的死水层里，只有在遇到极度干旱、地下水脉断裂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齐老，
那血玉莲花能净化吗？还有其他办法吗？怎么样？难。血玉莲子确实是神物，但你黑泥荡里的莲子数量太少，只能护住你们村那几口核心塘。大河的水系太庞大了，这种红枣的繁殖速度呈几何倍数增长。齐老，喂，如果源头不掐断，最多再过半个月，整个县甚至下游几个市的水系全都会变成死水。大满，大劫到了。老伙计，大河源头的地下水脉破了，毒藻泛滥。齐老说，如果不切断源头，咱们这方水土就彻底完了。大河的源头在龙门峡的深渊之下，那里是地下水脉的总眼。龙门峡，那股嗜铁红藻就是从龙门峡的深渊里喷出来的。想要一劳永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颗最原始的血玉莲剖种进龙门峡最深处的泉源里，用血玉的百年灵气彻底镇住地底的毒脉。那我明天一早就带人去龙门峡，哪怕潜水下去，我也要把莲剖种进泉眼。你下不去的，龙门峡底的水压能把活人瞬间压碎，而且泉眼处毒气最盛。你的血肉之躯还没碰到泉眼，就会被红藻腐蚀成一堆白骨。要是这片水域还像以前那么清澈就好了。那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大河死掉？我想知道这水是怎么变清的。大满，我在这水里活了一个甲子，我见过水清，也见过水浊。我当年被大父他爹下的东西弄瞎了一只眼，是你爷爷护住了我。后来黑泥荡成了死水，是你不顾一切把它盘活了。我这60年算是没白活，活物下不去。但我这身太壳在血玉琉璃水里泡了这么多年，早就坚硬如铁，百毒不侵了。明天你带着这颗血玉莲剖带我去龙门峡，我带他入深渊镇泉眼。不行，你不能去，大不了我们搬家离开这里。愚蠢！你爷爷教你的象蟹经第一句是什么？做水产先做人，人若没了根，搬到哪里都是无根之萍。这方水土养了你们林家几代人，也养了我一个甲子。现在水土有难，若是只顾自己逃命，你还配叫林大满吗？大满，别像个娘们儿一样哭哭啼啼。我活了60岁，对于螃蟹来说，已经是传说中的老怪了。生于水，归于水，这是我的宿命，也是我最好的归宿。去睡吧，明天一早摘莲谱去龙门峡呀。大满，我陪你去。大满，你们这是干啥去啊？拉着这么大一只螃蟹，逃命啊！这是不是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就是这里了。大满，把莲蓬给我吧。老伙计，谢了。下辈子我还护着你。小子，记住你爷爷的话，水干净了，人心才能干净。爷爷，我记住了。这方水土交给你了。大满，你快看！大满，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这简直是世界生态治理史上的奇迹。没什么神仙法子，林书谢在冤，是这大自然自己护住了自己。我只是帮了个小忙。底点白而不透，背板金而不虚，品相不错。但你要记住，
蟹好是因为水好，水好是因为人心没坏。你知道为啥？我知道啦，做水产先做人嘛。爷爷留下的话，我耳朵都听起茧子了。人敬天地，天地佑人。稳，这方水土的魂稳了。